从长远看，美国及其朋友可以采取相关的措施来威慑中国，但是无论美国做什么样的选择，中国都会完成自己的计划，因为中国从来不害怕美国，中国统一是历史的必然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美国防务1号网站最近发表了迈克尔·贝克利的文章，在这篇文章中呢，贝克利称，华盛顿无法阻止中国完成统一大业。中国领导人曾经表示，那些企图阻碍中国腾飞的人将会撞在中国人民的钢铁长城上，撞得头破血流。这名美国专家呢，也认识到这一点。他认为，随着北京对完成统一的期望，中国人解放军海军正在以2战以来前所未见的速度大量生产舰艇。五角大楼官员警告说，中国可能会在未来10年的某个时候使用武力完成统一大业。华盛顿的分析人士担心，美中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恶化，两个超级大国会发生激烈冲突。美国总统拜登曾经说，美国不寻求新的冷战。那么现在的关键是，美国与北京的新冷战已经开始。美国需要关注的是能否阻止中国发起一场统一之战。这篇论文的作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会加强维护统一的决心，把东海和南海变成中国的湖泊，并抢占地区的霸主队员，作为走向全球强国的垫脚石。如果美国想要包围中国，在许多战线上面临的阻力会越来越大，迟早会出现过去大打出手一样的场景。文章称，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，当面对日益严重的地缘政治和利益威胁时，北京不会等待受到攻击，反而有可能先发制人，以获得惊人的优势。在包括朝鲜战争和1979年与越南的冲突中，中国经常把使用武力视为一种教育活动，他愿意选择一个非常强大的敌人来实施教训，从而打出自己的国威。那么今天，北京可能试图在多个领域进行这种反击。那么一旦发生擦枪走火的事件，那么冲突升级的压力可能就会非常大。许多学者分析中国大陆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使用武力时，他们得出了类似的结论。当中国感受到其领土和周边面临着严重威胁，或是争议地区遭到侵略时，就直面战争。无论中国对手的实力如何，这种模式都很适用。事实上，中国毫不畏惧实力远超自己的敌人，包括美国，并把他们从中国声称的或其他敏感的领土上击退。这方面的例子很多，例如在1950年，经过几十年的内战和日本的侵略之后，刚刚起步的中国还不到1岁，贫困不堪。然而，由于担心美国会征服朝鲜，并最终利用朝鲜作为攻击中国的跳板，中国军队选择了出国作战。中国军队因为装备差，遭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，面临着核报复的危险，并受到了经济制裁。制裁持续了1代人的时间，但时至今日，中国依然把这次出兵视为一次光荣的胜利，认为这一仗避免了美国对其祖国的生存威胁。1962年，中国人解放军对印度军队发起了反击作战，表面上是因为他们在喜马拉雅山的中国领土上建立了前哨基地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担心被印度人、美国人、苏联人和中国国民党包围，他们前几年都增加了在中国附近的军事存在。而那10年晚些时候呢，中国军队硬扛了乌苏里江沿岸的苏联军队，并引发了长达7个月的未宣布的冲突，再次冒着核战争的危险。70年代末，中国选择了与越南结较量。时任领导人说，其目的是在苏联军队开始在其领土上驻扎并入侵柬埔寨之后，给越南一个教训。中国领导人当时担心被包围，中国的地位会随着时间而恶化。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，中国大陆几乎在1954年、1958年和1995年3次向台湾岛或台湾地区附近呢发射炮弹或导弹，从而延续了内战。在每种情况下，它的目标都是阻止台湾与美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，或宣布脱离中国独立。说白了，
战争的每个决定都是复杂的，然而总体行为模式是一致的。当中国面临永久失去对领土的控制的前景时，就会使用战争手段来维护自己的主权。他倾向于攻击一个敌人来吓跑其他人。自1979年以来，解放军从未打过一场重大战争。自1988年中国护卫舰在南沙群岛的冲突中击毙64名越南水兵以来，解放军从未对外军开火。中国证实了自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，前提是不能让中国感受到领土被分裂和侵占。最近，台湾正在加强与美国的关系，并修改其防务措施。最近10年，日本一直在进行自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。其执政的自民党现在谈论的是国防开支翻倍。印度呢，正在中国边境和重要海上航道附近集结军队。澳大利亚正在向美军开放其北部海岸，并购买远程导弹和核动力攻击潜艇。某些国家正寻求将中国从供应链中删除。美国主导的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是非常危险的，这有可能呢导致中国的战略误判。要知道，中国现在实力可不是几十年前了，更不会在乎面对什么样对手。过去3年，中国已经建立了一支旨在击败任何挑衅者的军队。中国在最重要的领土争端中还面临着困难，这就是为中国使用武力打出国威创造了可能。如果冲突真的爆发，美国官员不应该对冲突将如何结束持乐观态度。这位专家告诫美国政府的官员，如果冲突真的爆发，美国不应该对冲突将如何结束持乐观态度，因为美国可能无法承受其后果。从长远看，美国及其朋友可以采取相关的措施来威慑中国，但是无论美国做什么样的选择，中国都会完成自己的计划，因为中国从来不害怕美国。中国统一是历史的必然，这不是一句空话，而是实实在在的誓言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